以前在经历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我都会担心因为热度太高的原因，当事人会受到远超他们应该承受的惩罚，甚至于是网暴。但是在看完张某的所作所为以后呢，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错得太离谱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悬案吉凶，今天我们深度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些辛苦了一天的农民工呢，从来不喜欢坐在椅子上，一般来说他们都是蹲着或直接坐在地上，因为他们怕自己会弄脏椅子。因为一些原因呢，我曾跟这些人接触过，我发现这些人在工地上跟工友在一起的时候呢，虽然会开一些看起来挺过分的玩笑，不过总体来说他们会表现得非常淳朴和自然，但离开工地以后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变得沉默拘谨，他们似乎不愿意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安安静静的刷手机刷到回家，通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很显然，那个被张某当成指责的大叔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那天天气太热，工地上确实没活，所以提前下班的大叔独自一个人蹲在喧闹的地铁上，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个角落，戴着耳机刷视频，低调隐忍又平凡。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为什么张某会觉得这个大叔在偷拍他。从追求真相的角度来看，张威即刻要求查看大叔的手机相册，虽然有点无理，但他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角度，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他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了对方没有偷拍他以后，居然还警告了大叔一句，他说小心一点，不要乱拍别人。大叔当时没说话，广州地铁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当时两个人已经达成了一致和和解的态度。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女士居然压根没有放手的打算。当天中午11点39分，张威愤怒地发表了一篇微博，大体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自己肯定是被偷拍了。虽然他检查了对方的手机相册，但保不准这位猥琐大叔是不是手疾眼快的跟其他惯犯一样，快速的删除了照片。当然了，这里边还有那句最经典的那句话，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得到侵害，我就不用维权了吗？此言一出，舆论瞬间哗然。由于这段留言真的是太过逆天，所以张某迅速登上热搜。按理来说，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认个错不行吗？结果他选择跟网友正面硬刚，用学历诋毁别人，用身份抨击别人，大了一副我肯定没错，不服咱们就抗争到底的劲头。我不确定他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和考量，但他是眼睁睁看着这件事挂在全网热搜上，挂了整整5天时间。一直等到大叔的儿子站出来发表声明，并且是在明确要求张威给出正式道歉以后，张女士才第一次发文承认她错了。当天晚上20点10分左右，有媒体给出过采访报道。对于这件事呢，郑先生跟他父亲是这么说的，他哭着说学校准备开除他，他是一个大学生，文化比较高，犯了错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反正我们都是农民工，没必要把大学生搞成这个样子。话说得很坦诚，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家人真的非常善良，他们宁愿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影响到一个高学历高素质的国家人才。似乎他们一家人真的不曾在意过。那么这件事儿真就这么简单吗？是不是就真的跟一些网友所说的一样，一件误会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事，道个歉就行了呗？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当我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一下，我发现这件事儿远没有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张威有计划有预谋的一次行为，他应该非常确定自己这么做的后果。特别是当我最近看到一些所谓停止网暴的留言或者说法以后，我觉得必须要说一下自己想法了。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张威现在的遭遇不应该叫网暴，准确来说应该叫做舆论反噬。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哈，整个事儿明明就是他误会别人在先，然后却装出一副被欺负的样子。如果你要是看过他在微博上那些肆意颠倒黑白的留言，那么你就会明白，张威当时就是想获得一个出名的机会，或者说张威是把自己新闻专业的技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在一开始他就知道大叔的手机相册没有他的照片的情况下，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双方已经达成谅解的前提下，他先是利用自己新闻系研究生的身份随意的歪曲事实，甚至还给出了非常恶毒的诅咒。而后在舆论刚开始有一点爆发苗头的时候，就要求公司隐藏他在腾讯工作的搜索渠道。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有热门苗头的第一天，他立马联系到了我们，并以可能损害公司名声为由，要求我们在全公司范围内隐藏他的信息。我说这个事儿我们研发做不了决定，他立马不客气了，影响了公司名誉，你负得起责任吗？
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直白一点说吧，他非常清楚这件事后面一定会发酵，也很清楚自己后面一定会受到网暴或者抨击。但他在第一时间的选择，居然是先隐藏自己信息，以后继续在微博上跟网友硬刚。综上所述，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制造事件热度，进而可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作为新闻系的他很明白，黑红也是红。实际上他后面也是这么做的。在此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分析过张威那篇所谓的道歉内容，这里我不想废话。但从他开通精选回复以及开通打赏的反应来看，我有理由相信，他当时可能觉得只要澄清误会，简简单单道个歉以后，这个事就结束了。后面自己还可以再立一个受到过度网暴的弱女子形象。哇塞，这样一来，张威简直就赚麻了呀！因为现实就是他仅凭一己之力，分分钟就制造出了一个上亿热度的事，而后还能功成身退。就问你厉不厉害吧？记得张威发布道歉声明以后呢，就有网友留言说，下一步他就要抑郁了。结果第二天果不其然，有自称张威闺蜜的人站出来说他已经抑郁了。可问题是，张威之前那么多天为什么死不认错？可他一认错，就有人说他开始抑郁了呢？作为一个在快手擦边，在小红书教女生花对象钱，在抖音反彩礼，在微博打圈的新闻宠儿，这么专业的人的心理素质什么时候会变得这么脆弱了？或者换个角度想一下，他是因为自己没有达到某一个流量高度而抑郁呢，还是真的是因为这件事而后悔呢？可能两者都有吧。正如一些网友所说的一样，道歉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得到宽恕，所以你需要做好永远不被宽恕的准备。一句老话说得好呀，玩火者必将自焚。想要操控媒体言论，必须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从这个女孩做过的事来看，我真的不相信她会悔改。如果有人担心她的学业呀、压力呀都没问题，但请不要忘了，她总想毁掉一个人的后半生。可能有的人听着这句话以后会说，事情发展到现在是不是对她有点太狠了？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次一定要狠。不仅是她做事做的实在是太过分，更重要的是，如果邪恶得不到惩罚，那么最终就会滋长更多的邪恶。张威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让那个大叔一家人遭受非常可怕的网暴。可到现在为止，谁给过大叔补偿？或者大家考虑过，假如大叔一早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是什么结果吗？想象一下，如果大叔的亲戚朋友通过抖音或相关新闻看到了张威的那些控诉以后会怎么样？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会在他的亲友圈疯狂传开。老一辈的人有多在乎脸面，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说。如果一堆不明真相的亲友和网友在一旁指指点点，你觉得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明明是一群勤劳节俭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干着最累的活，他们单纯善良，结果还要被人无端造谣，无端被人看不起。在张威差点毁了大叔人生的前提下，在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前提下，凭什么只要他说出自己错了，我们就要住嘴？谁才是真正的弱者？谁才需要大家真正的同情？难道弱者就没有发声的权利了吗？就不应该有人权吗？好了，在达成一定共识以后，我们现在再将话题拉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那句话，地铁女这个事儿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其造成的影响会非常严重。现在有很多举着为女性权益的口号制造话题的人，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为了争取权益或者是平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件收益相当巨大的事儿。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张威为什么会做出一系列如此可笑的举动？虽然有别国大使馆已经关注了他，但说实话，我不清楚他是否接受了境外资助，也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故意让这件事发酵。但从结果来说，他确实帮助了境外舆论战工作者继续破坏我国的舆论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男女对立矛盾。简单举几个例子，2023年6月11号晚上9点左右，一个男子乘地铁返回宿舍，没想到有2个女人无端指责他在鞋面上安装了摄像头偷拍，导致他被安保人员带下车。2023年6月12号，在杭州师范大学，一个女研究生怀疑同校男研究生尾随偷拍，男生随即拿出手机当场暴怒，问女生名字并大喊叫警察来，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事儿。从根本上来看，可以说就是这件事的延伸。这些男人的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就是有那个大叔的前世之鉴。最可怕的是，他还是一个党员，在这件事已经造成了如此巨大网络舆论的前提下，如果依然得不到一个较好的惩罚措施，它的本质就是在鼓励人们继续肆无忌惮的网暴和写小作文，因为收益这么大，代价这么小。最关键的是，只要一认错，就有一堆人同情他。
如果真要是变成这样的话，那张威这个案子必将成为中国标志性的案件。所以我才说，只要处理不当，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最后甚至可能发展成日本那样，一旦出现诬告，就直接一拳干过去。为啥呢？因为日本法律规定，偷拍猥亵需要入狱半年，打架斗殴只需要被羁押15天。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